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16号启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大校此前表示，访问期间，李尚福将与俄军队领导人举行会谈，并参访俄军事院校。值得注意的是，此行是李尚福于今年3月就任国委兼防长后的首次外访行程。 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邀请，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于4月16号至19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俄国防部14号发布的消息透露，在李尚福访俄期间，中俄防长将举行会谈，双方将讨论防务领域双边协作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全球和区域安全的热点问题。 同一天，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介绍，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两军关系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战略沟通、联合演训、务实合作等取得新进展，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充实战略内涵。 这次是一个例行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访问啊。那么这次的访问的有若干一些重点，比如商谈迄今为止的一些军事的合作的成果，然后在未来进一步开展一些具体的项目，然后包括一些参观军事科研院校，共同这个开发军事科技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这次的这个访问应该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啊，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今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在两军进一步交往合作方面达成诸多共识。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俄关系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 双方将定期组织海上、空中联合巡航和联演联训，加强包括现有双边机制下两军各项交流合作，进一步深化军事互信。双方决心继续在地区和全球安全事务中密切协作，包括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就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协调立场，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贡献力量。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俄两军合作的频度和深度都在不断拓展。当前，中俄两国空军联合战略巡航已经实现常态化。去年，中俄组织开展了2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 其中，在11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在发布的新闻通稿中特别提到，俄中军机历史上首次在联合空中巡逻中在对方机场降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去年9月，中国军队赴俄参加东方2022演习，海陆空3军齐出，参演兵力2000余人，各型车辆装备300余台，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21架，舰船3艘。 今年3月15号至19号，中俄还联合伊朗在阿马湾海域举行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来，中俄的军事合作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那么，这种合作更是最主要的还是基于双方的这种安全的需求啊。 那么我觉得这种安全的需求其实非常现实的啊。比如说，俄罗斯在这个西部方向，在东部方向，那么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东部方向，可能面临着非常紧迫的这种安全的需求。那么这种安全的需求其实也是存在一种这个优势互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俄罗斯有传统的这样的军事技术的优势，然后也有传统的这种军事的这个实施的能力啊。所以在这个方面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于巩固整个地区的安全来讲是非常有用的。然而，美国方面却并未停止渲染中俄威胁。当前正值俄乌冲突焦灼之际，美西方一段时间以来持续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就援俄问题向中方施压。 今年3月底，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声称，虽然他并不认为中俄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盟，但我们看到了两国走得更近，这很麻烦。在3月30号的国防部记者会上，新闻发言人谭克飞谈及中俄两军合作，再次提到两国元首对于中俄关系的重要定性，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以正视听。中俄关系 不是类似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同盟，而是超越该种国家关系模式，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中国军队愿与俄军共同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协调，定期组织海上、空中联合巡航和联演联训，加强包括现有机制下两军各项交流合作。
进一步深化军事互信，携手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那实际上，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军事合作更着眼于一种防御性的一种维护国家安全的这方面的考虑。那么这种经济合作其实是和美西方的这样的军事联盟军事同盟这样的一种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美西方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同盟更多的是一种进攻性的啊，他们重要的是在谋取这个全球的一种霸权那么一种存在，军事实际上非常重要的手段。而中俄的军事合作恰恰是要实现我们习主席提到的新的这个全球安全倡议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要尊重相互的这种安全的关切啊，然后共同为维护这个区域的安全稳定做出自己的贡献。西方媒体还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14号下令对太平洋舰队的战备情况进行突击检查，并称这一现象是30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将有助于保持俄武装部队的战备水平。俄军近年来一直在进行。针对此次对太平洋舰队的战备突击检查，俄防长绍伊古表示，期间将进行应对大规模空袭和导弹袭击、打击假想敌舰艇突击群、搜索和摧毁潜艇演习等任务。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介绍，此次战备突击检查将分3个阶段进行。在第1阶段，舰队将进入全面战斗准备状态；在第2阶段，部队将从常驻基地部署到作战训练区域；在第3阶段，将根据行动计划执行作战训练任务。俄媒引述俄军事专家弗拉基米尔·贡达罗夫的话指出，俄军选择此时对太平洋舰队进行战备突击检查绝非偶然，是向美国及其远东盟友所发出的明确信号。贡达罗夫分析，尽管此次演习规模不如30年前，但太平洋舰队因突然的演习警报而全员出动，具有特殊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它是由国家最高统帅及总统决定举行的，并由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亲自领导。这样高的规格只在苏联时代出现过。此外，太平洋舰队不是转入加强战备，而是一下子进入最高战备状态，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它意味着可以打开核弹库，将它们送往机场；核潜艇可以搭载特殊导弹和鱼雷；部分用于实施报复性核打击的战略潜艇则会驶入地下掩体。七国集团外长会16号起在日本长野县轻井泽开幕，会议首次设置印太议题，并将中国的军事力量部署纳入讨论议程。作为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日本今年以来不断呼吁这些国家共同制衡中国，并联合美国干预台海。对此，中方在会前密集通过多个渠道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外交部网站15号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当天在北京会见了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王毅指出，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岛内台独势力图谋破坏台海现状，危及台海和平，要维护台海稳定，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中国曾支持德国实现统一，希望并相信德国也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此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连14号下午在马尼拉出席第8届中非马尼拉论坛时谈及台海局势，并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1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干涉。正如棉兰老问题同样属于菲律宾内政，菲方也不会容许任何第三方对非平定棉兰老叛乱指手画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非在非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项下，向美新增开放4个军事基地，会引发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和严重关切。美国在亚太区域的作用是具有高度破坏性的，它试图在该地区通过制造危机、制造冲突和动荡的方式来展示出美国在该区域的所谓的首要的这种地位。这一点毫无疑问是对区内所有国家福祉安全的这种损害。同时，亚太区域已经共享和平与繁荣数十年了，这样的一种得之不易的状况，破坏亚太区域繁荣和长时间安全格局的这种阴险用心，保持警觉，这就是我们很明确的向外部发出的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域外势力，美国近期不仅频打台湾牌，妄图以台制华，还不断介入南海问题。本月11号起，美菲联合举行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持续至4月28号。1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在访问越南期间称，美方愿帮助地区国家提高海域态势感知能力，应对其他国家对本国渔船的胁迫行为。对此，中国驻越南大使馆表示，地区国家的共同心愿是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有关域外国家基于冷战思维和唯霸本质，利用一切机会在地区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得人心，注定以失败告终。美德外长相继出访亚洲，主要是为出席16号在日本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此次会议为期3天，内容与将在5月召开的7国集团峰会密切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印太或将首次成为集体讨论的G7议题。原因在于中国在印太地区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除印太外，经济安保也将成为议题之一。预计G7将就半导体、稀土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问题进行沟通。彭博社、法新社16号也放风称，就围绕中国的紧张局势进行讨论，将成为此次G7外长会的重要议程。俄乌冲突则是另一项重要议程。彭博社称，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会前对该媒体称，由于日本担任今年的G7轮值主席国，因此位于亚洲的地缘政治挑战将受到更大关注。法新社则称，作为东道国的日本也将热衷于将地区性挑战置于重要议程地位，并且日本也意图通过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以加强亚洲方面的警惕。印太这个美方产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专有这种词汇确实呈现出来美方意图利用包括G7在内的各种多边或者是双边平台，在该地区乃至于全球范围内进行一个对世界和平繁荣持久稳定基石加以破坏的这样的一系列这种规划和实施。所以我们说G7谈印太更印证了该机构或者是组织越来越成为美国和G7内部个别国家如日本或者是英国等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与中国展开激烈地缘政治竞争的一个工具。这不能不说，这是该组织的一个非常的令人不安的这种发展这种倾向了。不过，彭博社提到，此次G7外长会召开之际，有2个背景值得关注：一是欧洲对华政策想法的分歧，二是美国五角大楼泄密门的曝光。上周，法国总统马克龙成功访华。美国政治新闻网欧洲版称，他在返回法国的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欧洲必须加强战略自主性，顶住成为美国追随者的压力，并避免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马克龙的相关表态获得许多欧洲主流媒体积极评价。我相信G7内部的分歧一定是会深刻的，而且会持久存在的。毕竟G7的国家对于亚太区域总体安全格局何处走，如何与中国进行这种交往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内部分歧。那些寻求战略自主国家，如德法等国的这样的一种主张，有助于在G7内部对美日等试图将该组织沿着与中国进行战略冲突和对仗方向走，形成一种有力的这样的一种约束和平衡。靠着2战后建立起的霸权，美元从一种普通的支付、结算和投资载体，渐渐变成了美国的政治讹诈和胁迫工具。近日，美国再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但外界指，随着全球去美元化趋势逐渐增强，美元霸权只会越来越收效甚微。华盛顿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近日，美国商务部以所谓购买原产地为美国的商品，以支持俄罗斯的武装力量以及军工部门为由，对中国、亚美尼亚、马耳他、新加坡等10个国家的28家实体企业实施制裁，其中12家中企被列入所谓清单。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5号严正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是典型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影响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尽管中方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始终坚持中立立场，中国实体也从来没有任何援助俄罗斯的行为，但美国不止一次以援俄为理由将中国实体拉黑。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美国捏造借口、不择手段打压中国企业的又一例证。目前呢，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全世界众多国家对于美元本身的信用呢，已经产生了怀疑。而美元这种信用呢，之所以遭受广泛的怀疑，首先呢，还是美国自己作为美元发行国没有应有的大国担当。说到底呢，美方自己通过各种霸权行径，可以说呢是自己给自己挖坑。近年来，美国已将包括1000家中企在内的超2000个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同时还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试图将俄孤立在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体系之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在看到美国将美元作为地缘政治工具，滥用美元霸权来惩罚对手后，纷纷开始寻求避免美国货币胁迫的办法和途径。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近期在印度尼西亚举行，会议的首要议程就是讨论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依赖，转向以当地货币结算。会上，印尼总统佐科敦促其他东盟国家使用本地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并逐步停止使用外国支付系统，包括美国的 Visa 和万事达卡等。此前，欧派克第2大产油国伊拉克宣布了新的国际贸易结算措施，计划首次允许用人民币结算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沙特阿拉伯也在1月表示，沙特愿意考虑以非美元货币结算石油贸易。巴西和阿根廷这2个南美洲最大的经济体，早在1月就宣布为建立共同货币苏尔做准备，并将邀请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加入，以促进区域贸易，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就连以色列等美国盟友也承认，世界正在转向多极。去年，以色列央行首次在其外汇储备中持有人民币，削减了美元、欧元和英镑的持有量。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是一个大势所趋，毕竟呢，全球的贸易量、投资量有这么大，如果呢将所有的贸易投资、将所有的国际结算、国际支付呢都放在美元这样一种单一货币的篮子里面，对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呢，很显然是不利的。有另外多种具有普遍信用地位的货币呢，能够担当类似的功能，这实际上有助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包括跨国投资、跨国贸易的风险的分散。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号直言，美国人成功地砸了自己的脚，在国际贸易中放弃使用美元结算，转而使用本国货币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刚刚结束访华行程的巴西总统卢拉有关去美元化的灵魂2连问，也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在接受央视专访时，卢拉进一步解释称，金砖国家机制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巨大的贸易潜力，需要思考和创造一种新事物，尽管这会令美国很不高兴。E quando eu falava de que era preciso criar uma nova moeda, que país do tamanho da China e do tamanho do Brasil não precisa negociar com base no dólar. Você pode ter uma moeda criada, sabe, que pode ser organizada pelos bancos centrais dos 2 países e a gente fazer a nossa troca comercial, as nossas moedas. 中巴此前签署以本币进行结算的协议，让美国部分议员急了眼。臭名昭著的反华急先锋卢比奥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此事时，就显得气急败坏。Today, Brazil, in our hemisphere,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south of us, cut a trade deal with China. They're going to, from now on, do trade in their own currencies, get right around the dollar. They're creating a secondary economy in the world, totally indepen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won't have to talk about sanctions in 5 years because there'll be so many countries transacting in currencies other than the dollar
that we won't have the ability to sanction them. 而福克斯新闻知名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更是直接在其节目怒斥，对俄经济制裁可能是历届美国总统对美国做过的最鲁莽、最具破坏性的事情，使得俄罗斯、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加速逃离美元。This i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all of it is shutting out the U.S. dollar. And it's happening a lot faster than anybody could have predicted. So if you wante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trust your currency, the last thing you would do is use it as a weapon or print too much of it.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于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劳伦斯·萨默斯表示，这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美国正失去全球影响力，并变得越来越孤单。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最近一段时间，世界多个经济体推出本币结算，一些专家说去美元化浪潮正在形成。那您怎么看？去美元化现象呢，的确存在。从美西方对俄金融制裁以后，起码呢已经有去美元化的3次浪潮，每次浪潮呢都有相互关联的因素。第一次浪潮呢是俄乌军事冲突发生以后，美西方呢对俄罗斯进行核弹级的金融制裁，不仅冻结了俄罗斯在境外的美元外汇储备，而且把俄罗斯呢踢出了 SWIFT 结算系统。这个系统呢是以美元为主的。俄罗斯呢为了继续从事国际贸易，特别是能源出口，要求买家呢用卢布来支付，这样呢就形成了第一波的去美元化浪潮。美国把美元武器化作为霸权的工具，特别呢是随意的冻结他国美元资产，让其他国家呢感到不安。而与此同时，美联储呢为了降低国内的高通胀，不断进行加息，造成国际金融市场动荡，许多发展中国家呢遭遇严重的通胀，面临了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于是呢开始减持美元国债，推动这个外汇储备的资产多元化，于是呢也就出现了第二波的去美元化浪潮。在减少美元国债的同时呢，尝试本币结算制度，以节省交易成本，减少美元风险。中国和巴西呢已经达成协议，今后两国双边贸易中呢，可以使用人民币或者是巴西雷亚尔进行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伊拉克中央银行呢也决定用人民币结算来自中国的进口贸易。以前呢，该国对华贸易一直呢是以美元结算的。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在讨论建立共同货币，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前不久举行的东盟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呢，也在讨论如何减少金融交易对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依赖，转向呢以当地货币结算。第三波去美元化的浪潮呢，是一些国家呀没有美元，只能呢用本币结算，比如说印度和俄罗斯的交易只能以人民币或者印度卢币结算。这个印度和周边国家的交易也因为周边国家呢缺乏美元外汇，只好呢用印度卢币交易。可以说呀，美国呢把美元当作武器，以及让他国分担美国经济负担，就导致去美元化是一波接一波。各国呢为了金融安全，也开始进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把加元、澳元、日元、欧元和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这个相应的呢来稀释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它的数据显示呀，截至2022年第4季度，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呢降到了58.4%，是199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国内对去美元化怎么看呢？美元会失去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吗？美国政要呢对去美元化浪潮当然是焦虑，比如说特朗普最近呢就谈到了去美元化，说美元呢正在崩溃，很快呢将不再是世界标准。如果这一切发生，将成为美国200年来最大的失败。如果他自己是总统呢，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政客的故弄玄虚。但是，一些严肃的经济学家也很焦虑，比如说美国前财长萨默斯就说呀，去美元化呢，就说明美国正在失去全球影响力，说明世界经济在走向分裂。美国呢，可能被一些国家看成是不好的伙伴。他说呀，东盟10国开始挑战美元贸易结算，金砖国家呢也将发行新的货币。印度和印尼用印度卢币进行贸易结算，都影响美元的地位。他特别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啊，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呢对他说：“我们从中国那儿得到的是机场，而从美国这儿得到的是说教。”可见呢，美国的反思为什么被孤立了。确定美元为主要国际
货币地位的不流动森林体系如果无法推进，那么替代方案又是什么呢？不过呀，我认为从中短期而言呢，比如10年吧，这个美元呢仍然是主要国际货币，美元的地位呢仍然很稳固。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呢就在讨论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能够持续多久。但是呢，现在啊，它的地位基本上没变。2019年在全球各国外汇储备中呢，它仍然占到62%，去年呢只下降到了58.4%，它仍然是这个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货币。第二呢是欧元占20%，第三呢是日元占5%，第四是英镑占外汇储备的4.5%。所以说呀，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地位仍然很稳固，我们呢需要理性的对待。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